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，然后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扬州2天1夜。一下高铁之后，就来到了蓝欧尚品酒店放行李。这家酒店在火车站旁边，房间很大，采光也很好，看起来就非常舒服。这间酒店3人房不含早餐，一个晚上是220块人民币。因为扬州没有地铁，所以我和室友就搭计程车来到了大潮淮吃中餐。我点了一份淮扬小炒肉、炒猪肝、烤鸭，还有桂花脆皮年糕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炒猪肝还有烤鸭真的是炒得很入味，非常下饭。桂花脆皮年糕也非常的酥脆。这样一桌总共是162块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便宜又好吃。这个是怎么做到那么便宜又那么大份？感觉好像鸡哦。我也想。吃完午餐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——汉广陵王墓博物馆。博物馆展出西汉第1代广陵王刘胥的墓葬，属于帝王级别的黄长题错木椁墓。黄长题奏规模宏大，结构严谨。是非常罕见的大型汉代墓葬。这个黄长题奏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所以走进去真的会有一种阴风吹来的感觉。博物馆的设计是让你从上往下看整个墓葬结构，而且在看的时候还会有一股淡淡的木头香味飘上来。因为小林本人很喜欢看《盗墓笔记》，所以来这里真的会有一种哇很兴奋的感觉，就是可以好好体验那种盗墓贼下墓的感觉。很好笑，他鼻子。然后旁边还有广陵王王后墓，所以来这里就可以一次看见2个黄长题凑。但是我个人觉得王后墓的怨气好像更重一点，因为走进去就有一种毛毛的感觉。广陵王墓的门票是30块人民币，推荐给喜欢欣赏墓葬结构的朋友。看完了黄长题凑，下一站就来到了传说中的瘦西湖。瘦西湖是京杭大运河扬州段的支流，也是湖上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。瘦西湖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，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。瘦西湖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所以不管走哪里都有一种蒙郁的感觉。就是瘦西湖从湖水、树木到它的船，全部都是绿色的。然后你边欣赏边散步，还会有鸟儿啾啾的声音。小心哦，不要掉下来。这边还有参天大树可以拍照。然后我觉得瘦西湖平日好像没有什么人，就是你可以非常悠闲的闲逛一整个下午，然后美美的拍照，也不用排队。瘦西湖白天的门票是100块人民币，如果你要夜游的话，则会变成120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贵，可是里面真的是风景如画，所以还是很值得来。因为我和室友都没有买瘦西湖夜场的门票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来逛扬州的东关街。但是东关街这边人就真的很多。
我在这边买了一份黑色的臭豆腐，一份是15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它超酷的，因为它有很多酱料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香菜不要。你好，美女，秀的吗？臭豆腐来份。西瓜汁现榨现卖啊！我觉得这个豆腐真的是吃起来特别又好吃，值得推荐。接着呢，就继续逛东关街。可是不得不说，这里一抬头真的很有那种春日里柳絮如烟、繁花似锦的感觉。东关街位于扬州的古运河畔，全长1122米，是扬州现存最大的历史文化街区。我觉得东关街真的一定要晚上来，因为你一抬头，真的有欧阳修诗词里面那种花市灯如昼，满天都是灯笼的感觉。然后东关街的这一区是有一种美食街的概念，就是旁边都是卖小吃的，你可以买完之后，然后坐在灯笼下面享受美食。我觉得这一点跟台湾很不一样，因为台湾的夜市基本上都是没有座位的，所以就真的只能边走边吃。这个就是东关街的东关，然后这边真的是灯火通明，很有古装剧里面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。接着逛完皮市街之后，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休息。隔天一早就来到了河源。河源又被称为纪孝山庄，也被称为晚清第一园。河源是一座大型住宅园林，始建于清朝同治元年，总共建了13年呢。然后河源的2楼竟然是开放的，所以就可以从2楼观赏1楼的风景。1楼有一个水池，水池中央就是水心亭。水心亭是中国仅有的水中戏亭，专供原主人观赏戏曲、歌舞还有纳凉赏景之用。2楼的复大回廊总共有1500多米长，连接整个河源。雨天可以不用湿脚，夏天可以不用曝晒，就能欣赏到整个河源的景致。这个是河源原主的卧房，里面有梳妆台还有小圆桌。因为是晚清时期，所以感觉有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。河源的门票旺季是45块人民币，淡季则是30块人民币。里面的装修真的很精致，所以推荐给喜欢园林的朋友们。因为昨天吃大炒怀真的太惊艳了，所以我和室友就来到了大炒怀的另外一间分店，而且这间分店更大更漂亮。我们这次点了一道扬州地区的传统早茶小吃——扬州烫干丝。扬州烫干丝切得细如发丝，淋上鲜醇的酱汁，入口软嫩又带着一股豆香，真的非常特别。不要看到你们的白衣。因为昨天的桂花脆皮年糕还有烤鸭真的太惊艳了，所以我们就再点了一次，再配上小青菜蘑菇，还有炒土豆丝，最后再加点一道酸甜锅烙肉，总共是150块人民币。我个人非常推荐，来扬州一定要吃。吃完午餐之后，就来到了下一站个园。个园位于扬州城内的东关街，因为原主人很喜欢竹子，而且竹叶的形状很像“个”这个字，所以才被取名为个园。个园又以叠石艺术著名，用各种石头堆叠成春、夏、秋、冬4季不同的假山。接着呢，就来去假山里面探险看看。寸步难行，好可怕哦！我会跌下去。
我先收手机，再继续往下走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手机摔下去就完蛋了。然后往下是个深渊。我觉得从这个假山的崎岖程度来说，其实不难想象为什么宫廷剧每次去御花园走一走就会跌倒，跌倒之后就会流产，因为这边真的是有点难走。看上去还不是很矮，然后还能碰头。哎，好困苦哦，怎么办？然后就终于走出了洞穴。不过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因为我明明就是烟花3月下扬州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受得到秋天枫红的感觉，应该是特别重的吧。个园的门票忘记是48块人民币，淡季则是30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四季假山真的很漂亮，很特别，非常值得来。但是那个假山爬起来真的有一定的难度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要不要进去。逛完个园之后，就来吃小杨宫廷牛肉饼。牛肉饼是手工现做的，一个是5块人民币，吃起来鲜嫩多汁，值得推荐。它是5元一个的。吃完牛肉饼之后，就要来去朱自清故居。结果赶到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它只营业到5点，已经关门了。接着呢，就来买一个山东杂粮煎饼，带去高铁站吃。一个山东杂粮煎饼是7.5块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，而且我觉得看他做这个煎饼真的好疗愈哦。然后他们会涂上酱料，再放上一片饼干，一气呵成的动作让我觉得它很正宗。接着呢，就带着杂粮煎饼去赶高铁，结束这一次2天1夜的扬州之旅，完成了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3月下扬州。这个杨大酸奶超好喝，还蛮好看的吧？广陵王1.88米哎。我现在好像有点精力了哟。因为你喝到饮料。嗯哼。